这个黑人球星又惹上大麻烦了。他在昨晚带了一个女孩回家，被自己的妻子抓了个现行。两个女人正在房间里对峙，小黑只好找了雷诺帮忙处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雷诺一脚踢开了房门，小黑的妻子手里拿着一把手枪，好在女人只是被打中了手臂。在雷诺的劝说之下，小黑的妻子最终冷静了下来。随后，雷诺开车带走了受伤的女人。现在的他还有点惊魂未定，但是想起晚上还要登台比赛，女人就哭诉了起来。原来他参加了一场唱歌选秀，他以为雷诺会把自己送去医院，却没有想到雷诺直接丢掉了他的医保卡。他把女人带到了一个公园，随后掏出了手枪。原来雷诺这是在帮助女人，他想把现场伪造成女孩遭遇了抢劫，这样既能保住女孩的名声，也能让小黑摆脱麻烦。雷诺走后，他的手下丽娜就赶到了这里，他要确保女人不会乱说话。雷诺回到公司后，却没有想到调查局的局长已经等在了这里，而局长需要找到他的父亲老米，而且只给了他1天的时间。另一边，雷诺的女儿和朋友正常开车在路上，却被警察拦了下来。随后，雷诺就接到了女儿的电话。原来警察在他的包里搜出了一包面粉，可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然而雷诺却明白了一切，这是局长对他的警告。现在的他必须要找到老米了。而此时，老米正在一个海边度假村享受生活，他还把自己的小儿子达利叫了过来。原来老米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，现在已经付不起房费和失足女孩的慈善金了。他给达利报名参加了一场拳赛，达利并没有多想，然而上了擂台之后，却没有想到对手竟然如此的强壮，达利的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。然而老米却不断的怂恿他，结果可想而知，达利被对方打得满地找牙，他毫无悬念的输了这场比赛。然而没有想到，老米非但没有在意他的伤势，还开始大把的收起了钱。这个糟老头太坏了，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坑。晚上，老米来到了酒吧，用儿子挨揍的钱请大家高高兴兴的喝了一场，这让达利感到非常的失望。他走出了酒吧，把电话打给了雷诺。达利把老米的位置报给了对方。没过多久，雷诺就赶到了这里。看到雷诺之后，老米表现得非常开心，还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儿子。雷诺让老米跟自己回去，可是却被老米拒绝了。他不想离开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。老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调查局盯上了。雷诺虽然很愤怒，然而他并没有多说什么，他直接走出了酒吧，把电话打给了局长，说自己已经找到了老米。接着他脱掉了自己的衣服，还从车上拿出了一根棍子。随后酒吧里传出了一阵阵惨叫。有时候官方的发言也不一定就是准确的。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竟然在记者会上公然撒谎，他把探员米勒的死嫁祸给了萨利，因为对方是全美最大的通缉犯，而且现在萨利也已经死在了老米的手上。他对外说是自己的手下击毙了萨利，接下来他只要堵住老米的嘴，他就能独吞这份功劳。随后雷诺把老米带到了局长面前，局长要求老米守口如瓶，还让他每周都要去见自己的假释官。他要控制老米的身体和嘴巴，确保他不会向外界透露真相。然而雷诺却觉得这样不妥，他认为老米就是一颗定时炸弹，把他留在这个城市会很危险。然而局长却完全没有给雷诺一点面子，他警告雷诺，如果他父亲搞砸了这件事，那将会让雷诺陪老米一起坐牢。这让雷诺感觉到无比的愤怒，但是却又毫无办法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局长的把柄。回到家后，雷诺又开始折腾老婆了。每次的愤怒和压力都会让雷诺产生强烈的欲望，可是这一次，艾比却拒绝了雷诺。I said no. 自从上次两人一起看了心理医生以后，艾比才开始意识到，那个变态神父已经对雷诺的内心产生了影响。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，雷诺洗了一个冷水澡，随后他把电话打给了手下，让他们搜集局长的一切资料，他必须要抓到局长的把柄。而雷诺则来到了一家赌场，他主动搭讪了一个输钱的顾客，可对方正因为输钱而苦恼，根本没有给雷诺好脸色。直到雷诺拿出了一捆现金，老黑才和气了起来。原来老黑是一名假释官，雷诺想让对方把老米重新送入监狱，然而老黑却表现出一副为难的样子，他觉得这是属于犯罪行为。老黑把目光看向了雷诺的手表，雷诺立马就知道了对方的目的，他直接摘下了自己的手表交给了对方，两人就这样达成了协议。而此时老米正和雷诺的儿子一起玩拳击，接到消息后，雷诺立马就赶到了拳馆，他不想儿子和老米有过多的接触。然而这时艾比也赶到了这里，直接就带走了康纳。他不知道老米为什么又回到了这座城市，得知是雷诺把他带回来后，艾比表现得非常生气，他觉得雷诺隐瞒自己太多的事，两人因此发生了争执。 You don't want this to work. You don't want to save this marriage.
I didn't know it needed saving. Mayb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it. 两人离开之后，假释官老黑来到了拳馆，因为收了雷诺的钱，他开始对老米挑刺。老黑告诉老米，假释人员不能在混乱的拳馆工作，随后让他跟自己离开。老米只能乖乖照做，就算给他2个胆子，他也不敢惹怒假释官。老黑给他安排了一个狭窄的住所，还给他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。而另一边，雷诺偷偷闯入了一所别墅，接着把电话打给了艾比，让他来跟自己见一面。没过多久，艾比就来到了这个地方。雷诺告诉他，自己打算买下这栋别墅送给他。艾比一直想要一个新的房子，这让他非常的开心。就这样，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抛到了脑后。为了自由，老米只能老老实实的接受了他们的安排，还戴上了电子脚铐。毕竟他知道了太多的秘密，调查局的局长也在盯着他。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。一个美女记者找到了局长，他对萨利的死提出了质疑。凯特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。当初萨利是带着女友一起来的，而他现在却不知所踪。凯特并不知道，局长才是这些谎言的缔造者。在这里，他根本不可能有所收获。凯特离开后，局长把电话打给了雷诺，他让雷诺立刻赶来见自己。I'm busy. Okay, Ray. Explain it to your wife and kids when the SWAT team bangs down your door and drags you out of your fucking house tonight. 雷诺赶到办公室后，局长向他打听了萨利的女友，而雷诺也没有隐瞒，他被萨利勒死后就被阿维埋在了野外。雷诺让局长不用担心，然而局长却告诉他，那个记者不但问起了萨利的女友，还向他打听了老米。他觉得那个女人似乎不会善罢甘休。离开之后，雷诺把电话打给了手下，让他们调查那个记者的信息。雷诺绝不允许那个记者找到自己的父亲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曾经的雇主杰克的公司，却在这里见到了小美。两人以前有过几个美好的夜晚，小美一直对雷诺念念不忘，现在又开始躁动了起来。好在这时，杰克走了出来，因为当初雷诺掰断了他的手腕，杰克并不待见雷诺。得知他有事相求，杰克更是出言羞辱。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够进入高级大学，雷诺都忍了下来。然而这时，杰克提出了一个条件，只要雷诺能帮他摆平，杰克就会帮他的女儿进入那所大学。原来杰克最近看上了一位艳星，他无时不刻的想跟对方切磋一下，可他试了很多方法，那个女星就是不买他的账。随后，雷诺找到了女星的公司，他直接开出了天价，只需要那个女人可以陪杰克一晚。然而没有想到，男人果断拒绝了雷诺。原来女星是他的老婆，他可以接受妻子和别人拍小电影，但绝不会让她去接私活，这可是原则性的问题。无奈之下，雷诺只能把实情告诉了杰克。然而杰克对此嗤之以鼻，他觉得这是雷诺的能力问题。杰克打算用自己的方式得到那个女星。至于雷诺女儿上大学的问题，他也不打算帮忙了。晚上，杰克通过关系来到了女星的片场，得知女人只和男主角演对手戏，杰克竟然自带了一个摄像机，而女人的老公也没有多想，他觉得这是一种艺术行为。就这样，杰克和女星就进入了状态。然而在拍摄过程中，杰克因为太过投入，竟然偷偷放下了摄像机，结果他被女星的丈夫暴揍了一顿。随后，杰克被两人绑了起来，他们让杰克拿钱消灾，杰克只好把电话打给了雷诺，让他去自己的办公室拿钱，还承诺会摆平他女儿的上学问题。没过多久，雷诺就成功救出了杰克，毕竟处理这种事他是专业的。随后，雷诺就找到了那个记者凯特，为了让女人放弃调查，雷诺竟然打算牺牲自己的色相，他把凯特带到了一所餐厅，两人竟然开始了约会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会假戏真做吗？ You do this. 但他们却达成了共识，这让局长非常的无语。那天的码头是在开派对吗？处理了一个又冒出来一个。局长让雷诺去杀了那个胖子。然而凯特开始意识到这是雷诺在从中作梗，他把电话打给了对方，而雷诺也没有否认，然后连忙把电话打给了凯特，告诉他现在非常的危险。他把凯特约到了自己的公寓。然而看见凯特之后，雷诺把一切都抛到了脑后，两人当场又切磋了起来。他似乎对凯特动了真感情，而在桌上发现了雷诺留下的字条，提醒他不要乱跑。走出房间之后，却发现大厅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原来是雷诺让阿维在这保护凯特的安全。阿维把报纸递给了女人。萨利的手下在昨晚遭遇了杀害，阿维想让凯特乖乖的待在屋内，告诉他外面现在非常的危险，可是凯特还是坚持要离开。阿维拿他根本毫无办法，毕竟她是自己老大的女人。而此时雷诺来到了码头，他二话不说就对兰克拳脚相加，他一边打一边让兰克说出自己父亲的下落。雷诺以为是局长让兰克做的这一切，可是兰克却说他对此事毫不知情，局长只是让他去暗杀胖子。他说局长对自己并不信任，不会把什么事的告诉他。雷诺看着兰克不像撒谎，随后就威胁兰克提供局长的把柄。现在对方就像一根刺一样扎在雷诺的肉里，而兰克刚好听过一个小道传闻，局长私下和别人的妻子有不正当的关系。Oh, it's ASAC, phone check. Fuck.
I was for Tiny. 雷诺走后，凯特找到了这里。他已经知道兰克不是真正杀死萨利的人，现在的他更想知道局长为何要隐瞒真相。兰克夹在局长和雷诺的中间，左右为难。他当然不敢和凯特多说什么，然而凯特还是不死心，跟着兰克不停地追问。就在这时，两人看见了岸边的阿维，他一直在跟踪着凯特，然而没有想到，凯特直接跳上了一艘快艇，在阿维的面前扬长而去。随后，凯特来到了老米的住所，两人约了今天见面。他到现在还不知道老米已经被人抓走。就在邻居想要对他说些什么的时候，雷诺赶到了这里。他想让凯特回到波士顿，在这里他随时可能丢掉性命。然而凯特却非常的执着，原来他在写一本关于萨利的传记，他必须要弄清真相，才能给这个故事写上完美的结局。凯特离开之后，雷诺接到了假释官的电话，原来他已经知道了老米的下落，而此时老米已经被局长囚禁在调查局大楼。因为萨利的案子，局长很有可能成为执法界的一把手，他绝不允许在老米和雷诺这里出乱子。他拿出了一份口供让老米签字，原来局长想要把米勒探员的死嫁祸给雷诺，并承诺会把老米送到墨西哥安享晚年。然而老米却拒绝了局长，这一次他不想再出卖自己的儿子。然而局长离开不久，洛杉矶警署的人就找到了这里，他们拿着法官的逮捕令，直接就带走了老米，这让局长非常的气愤，却又没有任何的办法。老米被带走后，局长接到了雷诺的电话，原来这一切都是雷诺的杰作，他通过特殊手段买通了法官。接到老米之后，雷诺把电话打给了凯特，他打算安排老米和凯特见面。然而凯特赶到之后，却发现局长也在这里。原来他们精心策划了一个谎言，把老米说成是调查局的内线，协助他们破了萨利的大案。就这样，老米竟然成为了这个故事的英雄，而凯特也没有怀疑，他带着雷诺精心编织的故事，开开心心的离开了洛杉矶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个道貌岸然的调查局局长其实是一个变态。他和自己的妻子一直热衷于多人运动，而且对方还是一个。从汤姆的表情中可以看出，他已经厌倦了这种生活。但对方是自己的顶头上司，汤姆根本不敢反抗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妻子和对方进行了混合双打，而局长的妻子却很享受这一切，毕竟他们两个是老牛吃嫩草，属于稳赚不赔的交换。然而局长不知道的是，雷诺已经盯上了他的生活作风。他知道局长私生活混乱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么的混乱。就在雷诺在外忙碌的时候，他的后院却着起了火。他的妻子因为雷诺经常不回家，空虚的内心产生了躁动，他对一个刚认识的警员产生了好感。好在目前还没有失手，但是再发展下去就不好说了。而雷诺的女儿布莉不顾他们的劝告，依旧和黑人马文在交往。艾比得知以后，表现得非常激动，他觉得马文是一个问题少年，会把布莉带坏。然而布莉却不乐意了，他就觉得马文人挺好，还把马文大夸特夸了一遍。随即奚落起了艾比和雷诺的婚姻生活，他觉得两人的婚姻已经出了问题。布莉还把前几天的事情说了出来，因为雷诺他被人嫁祸随身携带大麻，差点就进了监狱。他的话就像是捅破了马蜂窝。艾比把矛头对准了雷诺，指责他的工作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了影响，还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隐瞒了下来。两人的关系变得雪上加霜。而另一边，探员汤姆正在游泳，却遭遇了陌生美女的搭讪。原来女人是雷诺的手下丽娜，穿上泳装的她差点让我认不出来。几番闲聊之后，丽娜主动邀请汤姆一起去蒸桑拿。她原本是一个百合，接近汤姆是为了找到局长的把柄，为了工作。装上了摄像头，雷诺为了抓住局长的把柄，费尽心思安排了这一切。晚上，他独自看起了现场直播。然而没过多久，他就感觉有点招架不住了。就在他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时候，敲门声响了起来。原来是小美找到了这里。换做平常，雷诺是绝对不会让他进屋的，但是这一次，只能说你丫的来的真及时。而另一边，艾比也正在和刚认识的男人约会，他们都对互相充满了好感，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危险。第二天，雷诺为儿子举办了一场生日派对，他想借此改善自己的家庭关系。所有的家庭成员悉数到场。虽然雷诺不喜欢自己的父亲，还有自己的黑人后妈，但雷诺都忍了下来。然而派对还是没有那么和谐。哥哥泰瑞想要卖掉拳击馆，
和自己的女友移民到爱尔兰，可是雷诺却不肯点头，因为他一直在用拳击馆洗钱，这个拳馆对他来说很重要，而泰瑞对此毫不知情。他想着派对后再找雷诺商量，然而在生日祝福环节，老米大手一挥，直接把自己的车送给了对方，这让康纳非常的开心，当场就准备试驾这辆汽车。然而老米的小儿子达利却有点难以接受，他一直以为老米会把这辆车留给自己。作为父亲，老米已经亏欠他太多了。然而此时，雷诺来到了女儿的房间，因为父母干扰他和马文的交往，布利正在完事之后，两人一起来到了餐厅。艾比要得到马文的抚养权。马文现在已经是身价100万的说唱界新星，当初就是雷诺出面把马文卖给了小黑。柯基说自己以前赞助了小黑的事业，他要对后。雷诺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阿伟已经调查了男人的身份，原来和艾比约会的男人叫吉姆，是洛杉矶重案组的精英。但是他直接拿过了摄像机，看到了两人亲密的照片。然而没有想到，雷诺却表现得很平静。就在这时，柯基来到了这里，雷诺和他做了一个交易，他承诺可以把马文交给对方，但他要求柯基把马文带到别的城市生活，他不想马文再来骚扰自己的女儿。晚上，雷诺跟踪了吉姆，还直接闯进了他的家里，却没有想到对方早已有所察觉。好在布利躺在了后排，柯基并没有发现他的存在。眼看凶手已经离开，布利也在随后逃离了现场。然而已经到了凌晨2点，布利还是没有回到家中，这让艾比非常的担心。就在这时，康纳看见了一条紧急新闻，马文和小黑在路上遭遇了袭击，两人已经被宣布了死亡，这让艾比变得更加的着急。他知道布利今天和马文在一起。随后，艾比把电话打给了雷诺，然而雷诺却说布利在他的公寓，因为两人最近已经分居。雷诺说明天就会把布利送回去。两人挂断电话之后，布利走了出来，他刚刚清洗了身上的血迹。布利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告诉了雷诺，是柯基杀害了马文和小黑，这让雷诺开始担心了起来。他不确定柯基有没有看见布利，如果被柯基知道布利当时就在现场，那他一定
柯基却对他提了一个要求，他要得到马文和小黑的音乐版权。回去之后，雷诺接到了艾比的电话，原来布利已经把实情都告诉了他。结果雷诺被艾比狠狠地骂了一通，他只是想保护布利的安全，而艾比却无法理解。雷诺害怕他会去寻求警察的帮助，告诫他一定要等自己回来。随后，雷诺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合伙人的办公室，直接把对方摔到了地上。就是因为他，才闹出了2条人命，就连自己的女儿也陷入了危险。雷诺让他把马文的音乐版权交给柯基，对方当场就答应了下来。现在的他也意识到柯基的可怕。离开之后，雷诺接到了阿维的电话，重案组的吉姆竟然来到了他的家里，原来是艾比把他请了过来，还让布利把真相告诉对方。好在这时，雷诺赶了回来，面对这个给自己戴绿帽的男人，雷诺并没有失控，只是让他滚出自己的家。随后，雷诺亲自把布利送到了警署，他需要录一份口供。因为雷诺的叮嘱，布利并没有说出真相。晚上，雷诺找到了吉姆，警告他不要靠近自己的女儿。他可以接受吉姆和艾比见面，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儿陷入危险。然而离开之后，雷诺接到了记者凯特的电话，原来他已经知道雷诺欺骗了自己，因为他已经报道了萨利的假故事，他的事业可能因此被毁，两人的友谊当场就翻船了。随后，孤独的雷诺主动敲开了小美的家门，他想要寻求一丝安慰，却没有想到小美已经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，他是一个知名作家，也是雷诺的客户。这一幕吓坏了现场所有人。第二天，局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，他对外说汤姆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所以才选择了自我了结。真相就这样被全力掩盖，汤姆的妻子也只能眼含泪水。
悲伤地收下了抚恤金。而另一边，雷诺找到了记者凯特，对方已经知道了萨利的死亡真相。当初是雷诺花重金请他来杀自己的父亲，结果萨利却死在了老米的手上。雷诺不想伤害凯特，只能请求他不要公布真相，否则他会因此坐牢。然而凯特却并不买账，他虽然对雷诺有好感，但是如果他帮助雷诺隐瞒了真相，那他自己的事业将会毁于一旦。眼看无法阻止凯特，雷诺直接拿出了200万，让雷诺去买下这份录像。而另一边，老米策划了一起抢劫，他收买了自己的假释官，因为对方24小时监控着自己，老米只能拉他入伙。而他的大儿子泰瑞打算和自己的女友移民爱尔兰，急需用钱的他也加入了这次的行动。他们准备打劫一家烟草公司，为了增加人手，老米把邻居老头和黑人小妹也拉入了伙。然而雷诺来到了一家报社，见到了拍下柯基视频的小男孩，对方跟他开口要了2000，知道自己已经逃脱无望，只好让自己的父亲先离开。眼看警笛声越来越近，老米也雷诺因为情绪失控，当场就被警察逮捕了起来。第二天，丽娜就保释了雷诺，她还带来了泰瑞的消息。原来泰瑞已经被抓到了警局，需要5万的保释金才能出来，但是泰瑞却拒绝了保释。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老米正和自己的小儿子拆解保险柜，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，最终将它打开。然而没有想到，里面只有区2万块钱，还不够泰瑞的保释金。这下是赔了儿子又遭罪。而此时，雷诺找到了泰瑞，而泰瑞还是不肯离开，他想要在监狱里赎罪。雷诺只好把自己的麻烦告诉了他，他希望自己出事后，泰瑞能够帮助自己照顾家人。离开之后，雷诺把电话打给了柯基，然而没有想到，柯基已经看到了那份视频。Oh, I already saw it, Ray. Are you surprised? Think you're the only guy out there working for me? 这让雷诺开始担心了起来。柯基已经知道布利看见他杀害了马文，因为没有阿维的消息，雷诺只好让丽娜去保护家人的安全。而另一边，凯特回到了波士顿的家，却没有想到阿维居然等在了这里。阿维知道雷诺不想伤害凯特，为了雷诺，他只能偷偷地杀了对方。而雷诺则找到了柯基，他并没有打算杀了对方，但是他要确保柯基不会伤害自己的女儿。得知布利并没有向警察说出真相之后，柯基和雷诺达成了共识，两人都不打算找对方的麻烦。但是柯基要求雷诺把自己的钱送回来。随后，雷诺回到了公司，而丽娜却给他带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。得知凯特遭遇了谋杀之后，雷诺非常的难过，他宁愿自己坐牢，也不想伤害凯特。他已经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女人。随后，雷诺来到了局长的办公室，他还以为是局长杀害了凯特。You murder women now, motherfucker? Huh? Step back! What did you do? Step back now! Sir, are you okay? Yeah. I'm fine. Just a little misunderstanding, huh? Leave us alone. 因为雷诺手上有自己的把柄，局长打碎牙齿也只能往肚子里咽。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他并没有为难雷诺。随后，雷诺拿着钱来到了柯基的家里，两人的内心还是提防着对方。I know for sure. You're not gonna hurt my kid. You don't. I didn't think so. Drop it. 雷诺控制了柯基的手下，他给两人出了一个主意，让他们去平分桌上的100万。随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里，却没有想到房间内传来了一声枪响。从此，这个世界又诞生了一个新的百万富翁。而另一边，老米和达利找到了假释官，还把对方暴揍了一顿。为了不受皮肉之苦，对方说自己有一个发财的主意。原来他这几天研究了跑马比赛，他觉得7号马一定会拿第1名，这是他输了全部家当得到的规律。老米想着2万块钱也没有什么大用，就鬼斧神差的全部押注了7号马。结果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关照，他获得了100万奖金。而另一边，泰瑞接受了雷诺的保释，也分到了老米赢来的奖金。就在他们皆大欢喜的时候，局长却碰到了大麻烦。原来雷诺已经公布了他的不雅视频，他的大好前程就此断送。关注我，第3季见。